庆祝星辰乔迁，谢谢。哇，果然炸鸡和啤酒最配。我吃多了轻食，还是觉得油炸食品最能让我开心。我的2个美女老板不嫌弃鹤梨捡豆就好，不嫌弃。自从我开始创业，我发现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这么吃一顿了。是啊，哎，所幸啊，努力没有白费，你们俩现在都是有办公室的人了。那得谢谢背后支持我的女人和一直陪我奋斗的女人。那是因为你让我相信，星辰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等到时候产品出来了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后悔请了我。他可是金牌销售哎，我可一直都偷着乐的好不好？现在有了新的起点，未来一定会更顺利。来，为我们新的起点干杯！干杯！各位，经过近半年的时间，东一已经初步完成人事改革。AI 部总监江淮博士，你们都已经认识了。这些日子，他带领智慧云医生团队，不仅快速完成了产品迭代升级，而且与多家医院达成落地合作。这一位是新任的产品部总监罗平，原产品部总监已经被外派至德国东洋基地，以后东一的医疗设备产品线全由罗总监负责。各位，幸会。软件硬件结合，是我们东一坚定践行的战略。我希望江博士和罗总监通力合作，全面实现业务升级。另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：前销售部总监张新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，现销售部总监的位置由前副总监王冲担任。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，我希望你们各司其职，有什么业务上的需求，我会全力支持。我只看结果。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？季星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刚搬来就挖我的人，亏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给他送了个花篮。东一内部鼓励自由流动，员工跳槽不很正常吗？现在是小白2期推进的关键时期，他把人挖走了，我很棘手的。走了一个工程师就棘手了。他挖走的是核心内部成员，他一走进度变慢了，到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东一啊。不过如果江淮博士能够早点过来当顾问，应该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吧？哼，你放心，答应的事我都记得。江淮博士的团队这2天就会入驻广华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就。苑姐来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姐，什么事儿？坐。不用装傻，你知道我来干什么。东一这么大的公司，人事变动很正常。你要是为了那几个犯错的老员工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？韩婷，无论作为集团副总还是韩家人，我都有必要来提醒你。你要想改革，不要太激进，凡事缓着点。欲速则不达。你这么着急把几个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换成你的人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要干什么。我想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，毕竟我在董事们面前立了军令状，时间这么紧，没法慢慢来。您说是不是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，可你别忘了，
让你开掉的那些老员工，可都是跟着东一征战多年的，他们走了，很多事情你要从零开始。谢谢姐的提醒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东一这些年的发展，并不是依靠公司的良性运转，而是这几个老员工。那这些人更不能留了。你这么一意孤行，爷爷会答应吗？爷爷只看结果，我会用业绩证明。我还有事，慢走不送。好，那我等着看。好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韩总，今天下午4点，星辰要开新年度第1次正式会议，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？看情况。丽姐，坐。谢谢。苏总好。季总，季总，季总，人到齐了。行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这是我们这位是好帅，好帅。这是我们星辰搬到东阳大厦第1次正式会议，我们要讨论的是星辰未来的战略方向，还有具体的工作安排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季总，我们新鲜融合器的模拟产品参数已经十分完善了，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拓展新的方向？我有一些想法。就跟随时光指引，辗转还是你，情不自禁。部分化学材料会抑制骨骼和组织与植入物的相互作用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新的材料，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，我相信这将来会成为星辰的一大优势。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好，希望未来大家也时刻保持这个敏感度，多多的交流，多多沟通。莹莹，会议记录捋好，尽快交给我。好的，季总，没问题。苏总，打印机这2天就到位了，尽快出产品实验方案。好。丽，尽快梳理原材料供应商的名单，摸清报价，准备采购。好。希望未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成为交付后辈的战友，在生活中也能像朋友一样的去沟通交流，一起为我们星辰的明天加油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薇薇姐，那个人是谁呀？咱们的投资人，东阳医疗的总裁韩挺韩总。不会吧？大老板亲自来参加咱们会议，这么重视我们公司？季总，不请我去你办公室坐坐啊？请。韩总，请。
韩总，像这种初创公司的会议，你应该没参与过吧？相反，见过太多了。那对刚刚的会议有什么指点吗？贩卖梦想，建设梦想，用情怀和梦想画饼，吸引员工卖力。大部分初创公司都这么做。我哪有画饼？我们和那些贩卖梦想、贩卖情怀的公司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们是真有梦想，而且对于员工，我是真的希望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相处。我的星辰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自由的、开放的工作环境和平台，让他们发展，然后一起成长。就算有一天谁要是离开这里了，我也希望星辰能成为他们的镀金石。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们就是跟别的不一样，未来我们一定会有好成绩的。你的自信啊，跟不要钱一样。是谁当初在青田渔村还提醒我要记得梦想，不忘初心的？对，有梦想是好事，但实现梦想是另外一回事。创业和管理需要务实，不是光靠情怀画饼就够了。能加入初创公司的人，都不缺梦想。作为老板，你得把他们拉回地面，把路走实了，比喊口号有用。产品实验方案出来了，跟我汇报。当年多亏了韩总的扶持，否则瀚海根本就没有今天。这份恩情，我陈英阳一直都记得。我只是做了一个投资人应该做的。瀚海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是陈总实力过硬。不过韩总，罗平这个人靠谱吗？毕竟他才刚刚加入东一，要是他知道瀚海是您投的，会不会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在聘用罗平前，我对他有充分的考察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韩总，介绍一下，瀚海科技 CEO 陈宁阳，陈总；东英产品部总监罗平。陈总，幸会幸会。罗总，久仰大名啊。坐。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接下来东一要强化主产品线，需要用到瀚海技术支持，你们俩多交流交流，但是得做好保密工作。明白。说实话，之前一直听韩总说，东一要做软硬结合，接入3D 医疗打印技术。我一直以为是要跟星辰科技合作，还担心会等很长时间。没想到现在竟然能跟瀚海这样的巨头合作，我现在是信心倍增啊！罗总，您客气了，瀚海不过是比星辰早起步几年。韩总能选择投星辰，那星辰一定是有过人之处。相信依托东一的资源，星辰很快就能发展起来。到时候，和瀚海一起助力东一。那是，我自然相信韩总的眼光，也相信季总的能力。终于到了。最初的梦埋在心底，是风冷雨里等待一个天晴，暖暖的苏醒。想要穿越水泥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终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
系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去忘了偏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握紧，不怀疑无谓的勇气。所以我要去忘了偏理想之地，却也不放弃。我会永远相信有奇迹，哪怕无止境追寻。各自各色时光之影，辗转还是你，情不自禁靠近，携手向前行。想有一段旅程开启，世界如此崭新，张开手臂呼吸，等风来扬起羽翼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星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去忘了偏理想之地，飞驰的足迹，当路变得清晰，才证明明白命运的意义。哦，北迪的设备已经到位了，调试很成功。后面几页是程序设计方案。这一部分专业性比较强，需要我给你阐述一下吗？你是觉得我看不懂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没看明白，麻烦季总帮我解释一下。啊，哪里？这写的是什么？弹性磨亮与皮质骨相近。哦，季总写字喜欢加密啊。这是什么？聚丙胶纸。哦，还好季总当初不是手写的创投文案，不然很难找到投资啊。公司情况怎么样？目前为止一切正常。原材料进货渠道，监管部门批准，许可证，医院临床报批资料，正在一件一件解决。韩总放心，烧着投资人的钱，我们每一天都没有虚度。椎间融合器的注册申请已经提交了，正在等待批复。那原材料呢？我们打算找科博合作，他们家性价比也高，品质也稳定，口碑也好。但就是订货的公司也很多，所以新城也正在排队等发货呢。原材料没到货，空有打印机，那不是相当于没米下锅？产品实验怎么推进啊？我会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可以吗？那还是需要的。5%的股份。好像也没那么需要了。那您忙，我去找原材料了。我的字儿这么难认吗？哎，季青。哦，嗨，你好。来找我大侄子啊？啊，聊点工作。我也是，我今天来找他拿投资的。和资本家做生意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
我先走了。好。怎么会不顺利啊？福气满满，对吧？大师们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企划案近乎完美，回头那客流量肯定蹭蹭蹭的往上涨。眼睛要不好好戴就给我摘了。你懂什么呀？年纪轻轻的真是个老古板。哥，这是时尚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进货渠道都找好了，光是酒单和菜单我就做了300，而且每年大小节日还会有特别活动，这种地方我常去，没人清。告诉妈妈，你要跟姑奶奶说什么？这是酒吧的名字啊，你这个土星来的帅哥啊！我告诉你哦，这个酒吧肯定会火，地段好，大小刚好。哎，我不是带你去过吗？就季星喝醉那家。定位不够清晰，模式过于大众化，没有跟同行做出差异。那条街200米内，光是酒吧就有5、6家，别人凭什么到你这来消费？你的策划没什么亮点，想重金宣传都找不到切入点。我们看的是一个企划案啊。我改，我这周回去改。吉人说的对，你就是个资本家，剥削我们劳苦大众。来，马总，您尝尝。好。特地托人从杭州带的明前龙井。啊，好。这次的事儿就多谢您了。啊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不过我担心这件事儿会不会得罪韩总，毕竟星辰是他投的。我们又不是不给他发原材料，就是拖一段时间。再说了，订货公司那么多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嘛，不是？对了，马总，我爷爷还说过2天请您来家里吃饭呢。哦，曾院长，有什么事儿我随叫随到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提前约您。啊，好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马总还是不接电话。韩婷说的果然没错，跟他们吃1万次饭也没有用。行了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再联系马总，实在不行我就去公司找他。我现在就去。马总，哎呀，厉总，那个马总简直油盐不进，白白浪费我几瓶好酒。那现在马总人呢？马桶上吐呢。啊，我再想别的办法吧。拜拜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焦虑啊？原材料的事儿，排队时间太长，公司等不了那么久。刚刚见了科博材料的马总，但人家肯定不会帮忙。唉，行了，工作是忙不完的，你别因为我的工作影响你的心情了。你现在在哪上班啊？星辰科技。怪不得你总是在东阳大厦下车，原来是去了星辰啊。你听说过我们公司啊？略有耳闻。那没吃好吧？想吃什么？你挑菜系，我选地方。吃辣的，越辣越好。走啊！厉总，我已经把星辰的供货排序提前了，1个月内一定给你们供货。谢谢马总啊，改天请您吃饭。
你打来的正是时候，问题解决了。解决了就好。是你帮的我。刚好有个朋友认识马总，就请他牵了个线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。我只是不想你烦心，那下不为例。嗯，我先忙了，关了。厉总笑得好甜呀，给谁打电话呢？给你送包那个？通知大家，原材料1个月以内会到货。哇塞，厉总太有办法了。去吧。嗯。以后不许这样了，我怕我会太依赖你。没什么不好的，刚好是我能解决的问题。马总，我爷爷应该教过你，做事要言而有信吧？曾总，抱歉，我是答应您了，可是别的朋友跟我打招呼，我也不能不给面子，只能答应1个月内发货。哪个朋友跟您打招呼啊？我还挺好奇的。曾总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好，不过1个月内是多少天啊？这10天也是1个月内，30天也是1个月内。我肯定会拖到30天再给星辰发货，1天也不会提前。那既然有马总这句话，我就不为难您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人问起来这事儿，明白，明白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要1个月，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快时间了。哎呀，我明白，但是1个月还是太久了。我们跟东一签的合同里边写着时间节点的，现在材料不到位，样品检测这关都过不了。再想想办法吧，不然我们就算违约了。嗯。你好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韩总，好啊。原材料还没解决啊？解决了一半儿，就是不用遥遥无期，但是还要等1个月。还要1个月啊？也不会。要不要我帮你？不需要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你真是双标，季星想吃你就去给他做，说请我来你家吃饭，结果是我给你做饭吃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谢谢，5分熟。你这张嘴呀，还是留着说正事儿。那就说正事儿。星辰和科博的事儿，你插手了。我帮季星，你吃醋了？背后是谁在动手脚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不过，东一有那么多材料供应商，你随手就能帮他，为什么选择袖手旁观？我不明白。我相信他能自己解决。合着是我瞎操心了呗？韩婷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真不是我瞎操心。自从那个蒋四逃跑之后，就开始怀疑你。5分熟是吧？不用问。我给你10分熟，12分熟，12分。我只是。大家辛苦了啊！我给大家带了点吃的。谢谢李总。来，快来拿。悠悠，帮我拿一下呗，我还有点东西没做完呢。
谢谢厉总。厉总，我给苏总送一份过去。啊，好啊，来，来，微微，再拿一份。大早上的别愁眉苦脸，来吃点甜点。不，这家很难买哎。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排了好长的队。我也是找他们排在前面的人商量，让他们帮我买，我再送他们点甜点，虽然花点钱，但节省时间。聪明啊。怎么了？丽丽，你是我的福星啊！你是我的福星，我有办法了。你说什么疯啊？如果我们买原材料就用你买甜品的那个方法呢？我们直接找排在我们前面的厂商借，再跟他们聊加5%的通道费。但那些厂商都需要原材料进行推动生产，不一定会轻易松口。5%不行就加到8%，实在不行就加到10%，多问几家总会有人答应的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查一下，我看哪些厂商排在我们前面啊！加油加油！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？主动约我吃饭。小白进展的不错，辛苦了，坐。点了这么多，原来在德国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讲究吃喝啊？那个时候忙得觉都没时间睡，哪有心思想这些？我记得那会儿你刚刚参与建立东洋基地，很多人都不看好，你压力也很大。我那会儿还说要留下来帮你，你也不肯，非要一个人自己扛。确实，创业初期很艰难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人轻而易举地摁死。啊，快吃饭吧，我开了一上午的会也累了。精力是有限的，多把心思花在正经业务上，就不会那么累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哪个业务是不正经的了？你是老板，不要把心思花在算计别人身上。让马总拖延原材料发货时间，导致新城产品实验进度跟不上，和你没关系吗？他星辰买不到原材料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总不能把他做不好的事都算到我头上吧？马总是曾爷爷的学生，你们私交一直挺好的。是啊，那又怎样？你了解我，没有调查清楚的事，我会乱说吗？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撬走我的员工，怎么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点教训给他，无伤大雅吧？星辰是东一投资的公司，你教训星辰，就是拆我的台。那广华就不是你的了？当然是。任何在背后搞这些低劣动作的人，我都会过问。知道了，回头我单约一下马总吧，可能中间有什么误会。
吃饭吧，尝尝你最爱吃的鱼。原材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们已经拿到了品质最好的树脂材料钛合金和钽金属，并且同步椎间融合器的注册，马上准备产品实验。我会抓紧时间的。那我就先去忙了。谢谢韩总，我会努力的。最初的我埋在心底，是风冷雨里等待一个天晴，慢慢的苏醒。像那穿越水一森林，哪怕遇到曲奇，迷雾中会散去，义无反顾与梦想相遇，人潮中看不清，拥挤如夜空繁星，向往各自的天际，忘了原本遥远的自己。我要前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天地不犹豫，要将未来忘记，不怀疑，无畏的勇气。所以我要前往那片理想之地，却也不放弃。我会永远相信有奇迹，哪怕不足迹。所以前往那片理想之地，不变的决定，慢慢改变距离，是秘密，展开的光影。所以我要前往那片理想之地，飞去的途径，到了梦的惊喜，才算你满意。今天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课后交流。下课。马总，我先走了。马峰老师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之前看过您的采访，您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基因检测研究，还没毕业就拿到了投资，好厉害哦！谢谢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星辰科技的季星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。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教授，哎呦，马总啊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向教授，今天受益匪浅啊！你这5个理论，这就是你的笔记。韩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向教授，你在外面等我一下。嘿，韩婷啊，我以为你在办公室等我呢。好久不见。您是东阳医疗的韩总吧？我是。哎，幸会。哎呀，那个我是风速基因的马峰。希望有机会和您合作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情要跟向教授聊。哦，你们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有机会合作啊。好。那我们去我办公室聊吧。季总，哎呀，季总，马峰老师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啊忘了给您我的名片了，没想到您和韩总也认识啊。哎，咱们有机会一起约个饭，好不好？我买单。行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您慢走。拜拜。哎，我买单啊。啊，好。看什么呢？走。
韩总，你一般是不是都不用名片的呀？你这张脸就够用。看来光看访谈没有用。这几天上课有什么收获？哦，我发现这些同学们都好厉害，个个都是想要当的人物。当然了，最厉害的还是韩总。我饿了。那我请你吃饭。行。想吃什么？都行。走。就请我吃这个。你不是说都行吗？这可是只有学校食堂才会有的味道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感谢韩总给面子。毕竟难得你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我们那年比赛获奖那天我也请客了，只是你没来。那时候我去了德国，给你发过信息，是你不回复我。你给我发信息了？那天我不小心把手机丢了。你都发什么了？还能发什么？说我有事不能去呗。对了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去汇报工作。这么快，想催我2期款？这不也刚好快到付款的日子了吗？工作进度如何？我们打算今天下午就把椎间融合器的样品打印出来，明天准时送到东医内部质检。质检一通过，我们就送去检测所检测，希望可以早一点拿到产品合格检测报告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，明天能通过内测？那当然，不然我就违约了。喂，志州。喂，静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，急死我了。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小左操作的时候把打印机给弄坏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打印机只要一开机就宕机，显示屏也是亮一下就黑屏。你这样，你现在赶紧联系北迪那边维修，我马上回来。知道了。公司有事，我得走了。我送你。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当务之急，先解决设备的事情。我回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。你放心，等北迪那边把机器修好，打印样品只要40分钟，不会耽误提交内测。星辰运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赏罚管理制度与人事管理制度，出现这样的事，一定跟流程与管理有关。你刚学会管理，该学以致用了。我正好借这个事情重新梳理一下星辰的构架。你前期用梦想和感情笼络人心，激励员工主动工作，这种做法无可厚非。工作不能光靠自觉，危机感与激励同样重要，竞争与淘汰也极为关键。这几者之间的度，你要学会自己把控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的确，星辰的很多制度不够完善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个犯错的员工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追责，并视情节考虑是否开除。开除？太残忍了吧？管理太仁慈，时间久了威信就没了。可是除了规章制度，还有人情呢。小左是个可造之才，他一毕业就来星辰了，而且我们星辰的员工处的都跟朋友一样，
要是开除了他，其他员工怎么想呀？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的。那就把他的一切功劳与利益分给剩下其他人不就行了？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你可真会替人着想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无法按期完成，合同会算你违约？我们一定按期完成，不会违约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吗？不用，这点事儿都做不了，以后这老板别当了。